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新古装剧来了，导演很有能力，看到了编剧，喜欢。电视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、《亲爱的热爱的》等多部大剧播出后，杨紫的人气又上了一个新台阶。现在她已经成为了顶级女主，可以单独扛起戏了。类型：杨紫在这些电视剧中的表现也是非常精彩，她入戏比较快，投入程度也特别深。哭戏并不是检验一个演员的绝对或唯一标准，但如果你不会哭，那你可能连演员的资格都不配。杨紫的哭戏很有感染力。很多人说杨紫现在拍的戏基本都是偶像剧，称不上是实力派演员。但事实上，无论是偶像剧还是其他剧，只是表达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异。表演可能比较刻板一点，但也不能说演技不好。因为有些偶像剧其实比真剧更难表演，因为他们往往需要依靠自己的想象力，而无实物的表演则需要演员有充分的决心和信念。杨紫一秒的进场，即使是在幕后，也常常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更不用说正片了。今年《长相思》的播出，证明了杨紫的抗拒能力。无论面对多少嘲笑和质疑，她都能用客观的数据打她的脸。杨紫真的太棒了，她拥有许多热门电视剧，没有一个词牛。除了这些古装之外，据传杨紫还是华策即将上映的电视剧《国色青春》的剧组成员。这部剧的导演和编剧都很有实力，导演很有能力。看到编剧后，我爱上了。电视剧《国民美少年》选角消息已发布，这是一部以古装为题材的励志电视剧。该剧将于12月开机，拍摄周期为160天。这部剧的导演是丁子光，他的2部比较代表的作品是《风到哪里去》和《以家人之名》。在一部作品中，他与刘亦菲合作；在另一部作品中，他与谭松韵合作。这2部作品在网络上的评分都非常高，都算是高口碑作品。编剧功底也颇深，他已经与杨紫、罗云熙等人合作过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。所谓的爆款剧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，除了演员的出色表演之外，剧本也不错。不过沉香的编剧功力似乎有所下降，虽然数据还不错，热度也破万了，但整体表现还称不上爆款。这部剧有很多吐血、揪心、哭的桥段，但感觉又不太对劲。这就要看2个演员的演技了，不然这部剧可能就半途废了。江山美人改编自同名小说，讲述了一个商人的女儿从只以利益交换的婚姻中离婚，然后自立门户，勇敢闯入长安的故事。凭借高超的技术和商业头脑，她的生意越做越大。同时，我也遇到了生命中最爱的人，真正的勇士，懂得急流勇退。他虽然有能力，但经历了大是大非，经历了时间和岁月的洗礼后，双双退役。他的才华不会表现在外表上，但他会有真正的勇气。该剧已于4月份发布了概念海报，并于去年9月获得批准。如果这次杨紫真的入选，你觉得最佳男主角是谁呢？杨紫取悦观众的路上该怎么走？如今6年过去了，杨紫主演的电视剧《长相思》杀青后不久，就有消息称她将出演《倾国倾城》，而且还是女主角，依然是一女对多男，男主必须从朱亚文、陈星旭、赵又廷3人中选1。今年7月《蝶恋》首播，杨紫饰演逍遥一角。作为绝对的女主角，该剧为她安排了崇高的社会地位、可怜的悲惨身世、善良自虐的性格、多重性格，那个爱她的男人。戏演完后，观众发现1个人守国，3个人进宫，第2个人提供经济来源，并得到4个男性帮派的支持。这是萨认为女主就是女主，但是女主没有角色，没有贡献。为了建立事业，她不参加任何建设性活动，她只负责恋爱，扮演处理爱情的角色。这并不是杨紫第一次扮演这样只有情感而没有自我灵魂的角色。经过几年的演绎，杨紫已经留下了从未拍过电影的女主角的明星形象，但她饰演的角色并没有在观众心中留下痕迹。角色似乎随着剧本而改变，但观众看到的人物背景始终是哭得很惨，笑得很开心，没有任何改变。也有观众质疑，这是因为没有给女演员留下选择空间。
杨紫在早期采访中也表示，如果她不演古偶戏，她就根本没有戏，只能拍一些农村剧和战争剧。这句话观众其实不忍心反驳，因为杨紫不是没有戏可拍，而是她不想演没有商业价值的戏。很多人说她不应该整容当青衣，不应该演国剧，不应该演女主角，不应该演那些看似宏大实则一女多男的偶像剧。在多次采访中，杨紫都讲述了自己没红那段时间的感受，称自己因为没有商业价值而被取代。7月推出《长相思》，8月推出电视剧《一路向阳》。其中的主角之一就是与杨紫同年出生的王菊，她出身于《创造101》中的美女江湖，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但颜值并不出众，也不吃苦头。对外表的焦虑，故事中的女主角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，一个普通的房地产销售员。一开始她想不通如何为爱情妥协，但后来她会为了工作而尽力。看似不讨人喜欢的性格，普通的外表，廉价的服装风格，都与王菊完美契合。扮演这样的角色，诠释这样的生活，也许不够引人注目，但谁能说这不是最常见的生活态度？4年9月，电视剧《那些回不去的青春》播出。该剧讲述了一个平凡女孩洛七七奋起反抗改变命运的故事。女主没有17、18岁就谈恋爱、堕胎的那些废话，而是穿着宽松的校服，留着蘑菇头。她明白通过与他人的碰撞来学习的重要性。她和她的朋友们互相鼓励进入大学，在跌跌撞撞的考验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女主角用实际行动向观众展示做自己并不容易，也不是只要认清自我就能自然而然做到的事情。忠于自己是一门艺术，比整容手术更需要不断学习和完善。好的作品的意义在于过滤掉不好的、表面的东西，让大家了解人性，思考真正有价值的作品。近年来，观众的审美观也悄然发生了变化。观众不再以爱情幻想取悦观众，而是更渴望看到真实自我的女性角色。国产剧的女主角不再执着于可爱、讨人喜欢，她们是新一代女性，开始摆脱被爱的束缚。这种人物也许没有高贵的身份，不强调绝世美貌，甚至可能性格不讨人喜欢，但她们比周围的人更珍惜自己的出身。相对于打着强调独立女主的口号，但剧情仍围绕爱情类型展开的这类女性角色，往往更有真实的血肉。回顾杨紫近年来对表演风格和外貌的调整，你会发现杨紫早已放弃了自己轻易熟悉的风格和形象。近年来，角色仅限于美丽和被爱，最受好评的只有强烈的同理心和精致的说服力。但只有共情和迎合才是没有立场的事故，只有审美触感的表达是一种幻觉。我相对悲观的是杨紫未来是否愿意诠释普罗大众的平凡之美，启发人们，甚至深刻地诠释平庸之恶，引发人们思考，呈现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。02，肖战率先在全国文旅平台普及。从官方媒体到村委会、交通通行证各个方向的命令都已被解锁。最近你有没有被肖战的歌迷住了呢？从各大官方媒体到村委会，肖战让无数平台火了。尤其是烦人的秋风，你听过几百遍了吗？自玉骨播出以来，肖战的流量密码被全方位解锁，诸如什么是佛学生之类的话题，用时光电影看祖国大好和被中国铁塔、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及各大文旅官媒用肖战原创台词刷爆网络。即使你没有看过玉骨，你仍然可以背诵玉骨中的一些经典台词。谁敢说玉骨不出娱乐圈？纵观近几年播出的各类剧集，还没有玉骨这样的名场面。随着秋意渐浓，肖战的烦人的秋风也来了。肖战优美的歌声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盛世之美，浓浓的森林美景和诗意的秋色，美得不能再美了。在肖战的歌声衬托下，更是美不胜收，仿佛在竞逐。各大文旅官媒纷纷发布家乡宣传片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有肖战这个金字招牌，就不怕没人看见。果然，流水般的汹涌而来，感觉任何一个文旅平台如果没有跟上这波宣传就落后了。从国家官方媒体到地方市级媒体、村委会乃至个人，比赛也纷纷展开。众人暗自庆幸，我赶上了这波巨富啊！每个人似乎都恍然大悟，金手指摸过之后，真的不一样了。肖战的《剩余的岁月》、《光电同路人》等歌曲都被用来宣传，肖战其他影视剧的台词也被截取。无论是声音还是歌曲，都能像肖战一样红。
这波流量真是堂堂正正，嚣张有收获。肖战成为各大官媒、文旅免费推广大使，相信到了年底，肖战这位免费代言人一定会被提及作为答谢，也会作为经验收录在明年的预告中。唯一一个受到各大官方媒体、文旅平台如此喜爱的艺人，大概就是肖战了。肖战国籍最高，无任何资格。还有很多以前不认识也不了解肖战的人，却也被各大官媒狠狠实惠了。我想肖战一定为能够把祖国美丽的风景宣传出去而感到自豪和高兴。接下来期待肖战更多精彩的作品，看看他们还有哪些才华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